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2025年通灵师占星预言。美国呢最新崛起一位占星师他准确率惊人，他以其超凡的预测能力呢，预见了未来事件，还能精准的揭示他们发生的具体时间。比如他成功的预测了美国拜登退选的准确日期，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还准确的说出了替补贺锦丽，他也提前预测了川普当选。同时，他还对2025年会发生的经济动荡以及亚洲的冲突给出了准确的预言。他就是占星师艾米特里普。占星师艾米特里普呢，今年40岁是一位职业的占星师。他在社交媒体上呢，以其精湛的占星技艺和清新脱俗的外貌呢，俘获了众多的粉丝。他自幼呢痴迷占星术，14岁呢便开始潜心钻研。尽管穷尽一生的经历呢，他只是窥探得了占星的冰山一角。直到他40岁呢，才开始发现占星中蕴含的巨大潜力。尤其是在他步入了24年的时候呢，这种潜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所以他成功预测了拜登宣布退选的那一刻，其名声更是如日中天，一时间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他的预言呢，不仅令人叹服于占星术的神秘，更让人对这位占星师的智慧充满了敬意与好奇。艾米所用的这个占星工具就是水晶球。他声称占星术是一种结合了天文学、心理学和古老的学问。它基于分析天体运动的位置对人类生活的影响，通过分析个人的出生的星盘，包括太阳、月亮、行星在12星座中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位置，来解释这个人的性格、行为以及预测他未来发生的事件。艾米特雷普在解读星象的时候是结合了个人的星盘、历史事件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预测体系。他不仅关注星象本身的含义，还深入剖析了星象背后可能的原因和影响，使得他的预测呢更具说服力和深度。占星师艾米特雷普呢在 X 平台上发过文他就预告了一个震惊论坛的预言。他说，如果拜登被迫退选将会是在摩羯座29度的满月之际。摩羯座呢，他说是主宰政府和老年，而29度呢象征着一个周期的结束。他以占星术的专业视角呢，详细阐述了这一预测，并断言呢，这一天的满月呢，将标志着拜登的退场。当有粉丝询问具体的日期的时候呢，他回答说7月21日。果然在7月21日呢，拜登宣布退选，他的预言呢，居然得到了惊人的应验。而拜登宣布退选的消息，就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呢，在这个政治的舞台上引发了剧烈的震动和广泛的讨论。人们就对这个艾米特雷普的预言呢感到震惊，同时也对拜登退选的原因和背后的动态充满了猜测。而特雷普继续就预言说到呢，即使拜登退选他的麻烦还没有结束。于是他指出呢，冥王星在他的太阳上，他可能呢会面临健康危机，或者是健康状况可能会持续恶化。这一点呢，我们不难从他那些演讲曾经失神的瞬间、走路需要保镖搀扶，以及偶尔踉踉跄跄跌倒中窥见他健康上的隐忧。于是这个艾米并未停歇，他紧接着就预言说7月27日呢，他在接受这个纽约邮报的独家采访的时候，进一步透露另一个重大的预言。他说，根据星象显示，川普将会成为下一任总统。而这一预言呢，再次激起了公众的广泛兴趣和讨论。他随后还解释到说由于川普的太阳正处于其职业生涯的巅峰位置，而对于这一名房地产大亨而言呢，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星象。所以在占星术中呢，太阳代表着个人的核心特质和生命力。当他位于职业生涯高峰时呢，象征着权力和成功的极大潜力。此外呢，特里普还指出天王星位于他的天顶位置，这就显示了他生涯和目标的不可预测性。而天顶又称之为中天，在占星中呢，就代表着一个人的公众形象和职业成就。而天王星呢，作为变化和创新的行星位于这一位置，就确实暗示了川普的生涯可能充满了意外和变数。而艾米的这一天象的解读就暗示了川普在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多疯狂的事件，这些事件呢，可能会对他的政治生涯产生重大的影响。艾米特里普呢，曾经在2020年的8月11日就预言，副总统贺锦丽呢将会在2024年竞选总统。他当时还指出呢，拜登年事已高这番话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表示，贺锦丽的星象显示呢，他会获得提名，因为他正在经历第2次土星回归，这是一个得到回报的时机。通常呢，会有职业上的进展或者获得权利。
那这一预言呢，居然在几年之后应验了，不仅展现了艾米对于星象的深刻理解与准确的预判，也让人们对于未来的政治格局充满了好奇。此外呢，艾米还继续预测说，美国在2025年的8月份呢，会经历经济的动荡，甚至可能会出现更多政治的暴力。而美国仍然处于冥王星回归阶段嘛。他说上一次冥王星回归是发生在独立战争时期，而美国的独立战争这一预言呢，让人不禁的就回想起了美国历史上的动荡时期了，同时也对于未来的政坛的稳定性呢，让人感到担忧。艾米就说呢，2025年将发生深不可测的变化，我们将会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这种新的范式的转变呢，将使我们看到，尽管有战争和苦难，但还有一个更宏伟的计划呢，正在发挥着作用。混沌呢，会带来变化，我们保持积极的态度，只要我们这样做了，我们的生活呢就会改变，这将成为地球焕然一新的基础的一部分。艾米就说，如果人类还保持着今天的状态呢，从2024年一直到2043年，将经历整整多年的一个灾难的发生。前期的征兆呢，就是全世界的天空乌云密布，会被一些意象中看到的黑暗所覆盖着。这种事情呢，包括占星家乔尼呢，也从星象中看到了。他也说了，2025年呢，太阳、火星、土星呢，以及罗喉的位置将对美国以及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很多疯狂的事情呢都会发生，许多世界的领导人呢都有异动，可能会爆发大型冲突。而这一切呢，都是在2025年。而通灵师帕克呢，也预言说，神还向他展示了川普上任就会面临美国巨大的危机。这场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历史上的大萧条，也是在2025年。他说，神就告诉他说，这是一个至暗的时刻，这种至暗的时刻呢，也将会影响到日本。他说，他也看到了日本的外海地区有巨大的黑色的云雾笼罩着。他说，他之前在预言这个俄乌冲突的时候以及病毒的时候呢，也都看到了相同的那种黑暗的云雾所笼罩。所以帕克就认为日本呢预示着一个巨大的地质事件，而那片区域呢就可能发生大地震了，导致海底火山爆发等等，将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不仅仅是日本呢，帕克还说他看到了夏威夷、美国西海岸，甚至是墨西哥呢，都将会有类似的影响，比如说海啸地震等等。他说呢，似乎这都是预示着这个大西洋的板块在震动、在移动，东西两边同时在发生变化，这种现象就很奇特。那么这一次大地震会在什么时间发生呢？他说有可能会在2025年年底之前，但是呢，他说具体的日期他也看不到，因为很多事情是慢慢酝酿和聚集的，有些时候呢，这个发展的过程可能会要长一些。所以呢，帕克也说在2025年呢，亚洲会有局部的冲突发生。包括我们古代的预言家刘伯温也曾经预言到，他认为是2025年左右世界可能会发生一次巨大的变革，他称之为大转折，意味着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格局呢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因为刘伯温的这个预言诗中就说，谨防人人艰难过，官过天翻龙蛇年嘛，龙蛇年就是24和25年，会很艰难，所以这段时间将会出现诸多的异常事件，也就不奇怪了。其中他说有可能就包含着自然灾难动荡冲突各种危机等等。而刘伯温还提到了2032年之后的另一次重大变化，他预言将会有一次新的变革出现，预示着亚洲未来的崛起和全球格局的变化。他说那个时候将颠覆现有的全球治理的一个结构了。而通灵师比格斯呢也说到了2025年金融危机将会在某一个时间点爆发，美国的金融体系呢，他说也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财富呢也将会发生大转移，原先很穷的人可能会变得很富有，而很富的人呢将会变得很穷。那接下来的这个金融系统呢将会彻底崩坏，新的系统将取而代之。具体来说呢，他说有可能就是美元将失去世界基准货币的一个地位，可能一夜之间呢美元将贬值到现在的1/3。所以比格斯就说他就看到了川普未来在那个白宫的办公室里抱头痛哭，向神祈祷，而所有的官员呢都围绕在他的身边。这场危机的规模他说将会很大，可能会持续4年之久。他还表示自己看不清楚确切的时间日期，不过他暂时是按4年来算的。他说头1-2年很糟，后面2年呢就开始好转了。走出困境之后呢，他说我们将迎来一个地球的伟大复兴。
美元崩溃之后呢，加拿大、墨西哥会和美国一起创造出一种新型货币。那这个创造的过程中呢，将会有大量的财富从恶人那里转移到正义之士的手中。之后呢，美国还要经历一场大地震。比格斯说呢，黄石国家公园的火山将会进行猛烈的喷发，会引发一场大地震。他说具体的地点呢，就是美国的西海岸波特兰市和海洋之间的一个区域了。届时呢，陆地开裂，海水倒灌，危及了西雅图和北边的加拿大了。而在太平洋那边呢，地震引起的巨大海啸袭击了夏威夷日本，所以日本呢彻底的被摧毁。他说，因为海浪像一堵巨大的水墙一样进入了东京，所有的亚洲的海岸线将被波及。我们之前讲过，有很多个预言家在不同的时间都预言了黄石火山的喷发和日本的大海啸。他说，伴随地震而来的之后是一场猛烈的传染病。事实上，早在今年的1月呢，他说世界卫生组织就在达沃斯论坛上警告说，有一种未知的病理现象可能会导致比新冠大流行还要厉害的一个死亡率，他称之为 X 病。这是一种通过空气传播的病，但这种病呢会在全球带走3.5亿人。他说他也看到了医院呢到处都是人，因为没有有效的药物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消失。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看到了社会停摆，工厂没有工人，超市呢只有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金融结构崩溃。他说纽约呢变得非常的安静了，满街都长了草了，纸币完全被淘汰，因为以后的纸币大家都担心有病毒了。届时呢，城里人全部都倒到了乡下去了，人们缺乏食物，开始自给自足，自己种蔬菜了。在这场瘟疫之中他也看到了来自于超自然的保护。他说有很多人安全活了下来。比格斯说他在临界就看到了一些人穿着白色的袍子，他们身上散发着光芒，这些光芒呢就笼罩着这些穿着白色袍子的人，他们就声称那些光呢会消除那些病毒，病毒呢就无法靠近和伤害他们。比格斯说天不会塌下来了，人们会说这场灾难有可能是来自于神的审判，但是神跟他说这只是一个修正而已。整个社会呢导向引领人们偏离神的情况下，必须呢得到解决。而唯一修正的方法呢，就是你们先要修正自心，修正你们的内心呢，你们才能够谦卑嘛。他说神就在等待着一颗谦卑的心。而说了这么多呢，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都对2025年做出了相同的预言，这似乎已经不能够用巧合来解释了。他们对未来的预测无疑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复杂而充满变数的未来世界，所以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